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貓對自尊睇得幾重，相信都唔使多講。日常生活中唔好話粗聲粗氣，有時你只係話佢肥，或者笑佢跳高失敗，佢都可能即刻黑面啊，甚至咬返你報仇。但當你發現貓唔單止聽得出你嘅語氣變化，有時反應仲好似真係聽得明咁，究竟代表啲乜呢？係咪以後喺佢面前講嘢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？就住。今集我哋會綜合喺現實中唔同嘅案例，睇下貓究竟係咪真係識得讀心，同時亦會分享連科學都解釋唔到嘅另類情況，留返俾大家自行判斷。記住睇到最後啊！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偷聽你的聲音，你有冇試過？你明明喺房，成個人攤喺張床度，完全冇喐過，甚至只係啱啱一擘大眼望咗一眼個天花啫。點知喺大廳隻貓已經好似知你醒咗咁，話咁快就推開房門，直接跳上你張床啦。問題係你連腳趾都未喐過，佢到底點知嘅？甚至有主人分享過一個仲誇張嘅經歷啊！有日朝早佢病到死下，攤喺床度打電話俾老細請假。平時只要佢一醒啊，隻貓一早已經係咁催佢餵食，刮晒門，逼到佢起身為止啊！但喺嗰日，佢講完電話一收線，隻貓竟然完全冇嘈，反而好溫柔咁慢慢行埋嚟，最後仲趴喺佢個心口，一路發出煲水聲咁，成朝好反常咁黐到佢實。佢當時心諗，唔通我隻貓真係聽得明我請病假，知我今日唔使返工？當然，科學上唔會去認同啊，貓真係聽得明請病假呢3個字。但更有可能嘅真相係，貓由始至終都喺度監聽同收集緊你嘅私人數據。對佢嚟講，例如你行路嘅節奏、開門嘅力度，甚至你拉一拉張被嘅細微聲響，一早已經形成咗你獨一無二嘅聲音指紋啦。所以當你一病啊，你講電話嘅聲線，你活動嘅速度一旦變咗，對長期監控你嘅貓嚟講，已經即刻推斷到今日主人應該唔會出門啦，呢個朝早會同平時好唔一樣啊！偷聽你的對話，有啲秘密你以為瞞得住啊，其實未必咯。有冇試過你同屋企人喺第二間房，甚至閂埋門，細聲商量，聽日帶佢去睇獸醫，或者今晚要幫佢沖涼啦？點知過得嗰2-3分鐘，你一開門，隻貓一早已經匿埋咗喺梳化底啊！有主人甚至開始改用埋代號，或者特登轉變下語速同聲調嚟講。但問題係，隻貓好似一樣都聽得明，冇得瞞啊！有主人就分享一段咁嘅經歷，原來佢打算瞞住屋企隻貓，去領養多一隻貓仔返嚟。嗰晚佢同老公喺廚房已經盡量壓低把聲嚟傾偈噶啦。聽朝10點我揸車去接隻新貓，你就負責執定間空房，千祈唔好俾佢發現啊！如果唔係，佢一定嬲到震啊！點知到第二朝早，主人拎起車匙準備出門口嘅時候，平時從來唔會攔路嘅貓啊，突然間死守喺大門口。主人試過想攬過佢照出門啦，但隻貓竟然嬲到哈氣啊，甚至用手係咁撳住佢對鞋唔放，企硬唔俾佢出去啊！究竟貓係點樣做到隔住道牆都好似偷聽到你講乜咁嘅？有科學研究發現，當你突然壓低把聲，放慢語速，又或者講嘢比平時更加小心，對貓嚟講反而係一個超級明顯嘅異常信號。再加上一個人一緊張或者心虛，身體散發嘅氣味就會改變。雖然我哋自己未必聞得到，但貓靈敏嘅嗅覺好可能已經捕捉到呢啲咁細微嘅分別啦。所以當你以為自己好成功瞞過佢啊，但喺貓眼中，你今日嘅聲線、節奏，甚至身上嘅氣味啊，全部都好似錯晒咁嘅。至於到底係發生咩事，佢未必完全明白，但已經足夠令佢即刻提高警覺啦。
聽環境暗號。有時你都未開始，隻貓已經知道，即係你都冇叫過隻貓，甚至連罐頭都未拎上手啊，只係輕輕打開個櫥櫃，拉一下貓袋條拉鏈，或者撕開零食袋嘅一角，下一秒隻貓已經即刻有反應啦，唔係第一時間衝過嚟，就係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啊！有主人就一直都諗唔明啊。佢話每次準備幫隻貓剪指甲，都會特登扮到若無其事啊，等隻貓瞓着咗，先慢慢行去個櫃桶，盡量做到完全冇聲咯。點知連指甲鉗都未拎出嚟，只係輕輕發出一下金屬嘅碰撞聲，隻貓竟然即刻彈醒啦，同佢對望咗2秒，跟住嘭一聲就衝咗入房，匿埋喺床下底度。你點氹佢都唔肯出嚟啊！問題係佢同隻貓都冇提過要剪指甲啊，佢會唔會太神經質啊？ Allie, touch me if you love me. 其實背後唔係咩讀心術啊，亦都唔係隻貓諗多咗。以科學角度睇，更準確嘅講法係，貓嘅大腦早就建立咗一套專屬你嘅聲音指紋資料庫。佢哋唔單止記住你平時把聲啊，仲會記住屋企唔同物件發出嘅聲響，以至每次呢啲聲音出現之後，會帶嚟咩好處或者後果啊？佢哋通通都會記得一清二楚。久而久之，你無意間發出嘅細微聲響啊，例如只係拉一拉貓袋條拉鏈，貓就會將呢個聲音同可能要出街啊，或者要睇獸醫嘅經驗連結埋一齊。所以有時你都未真正開始行動啊，貓已經根據呢啲線索秒速完成解碼。對佢嚟講啊，呢啲聲音係預告緊下一秒將會發生咩事嘅暗號，全部有根有據㗎。偷聽你的情緒，你以為自己冇表現出嚟啊，但貓未必咁睇啊。就喺你嗰日返工返到好受氣，或者心情差到極點啊，一返到屋企一句嘢都冇講過，諗住一個人吞晒落肚扮冇事啦。點知平時對你忽冷忽熱嘅貓啊，竟然好反常咁主動行埋你，用個頭輕輕撞下你，仲成晚坐喺隔籬陪住你啊！有主人就分享一段好深刻嘅經歷。有晚佢同另一半喺房入面冷戰啊，2個人完全冇出聲嘈過，大家只係面窿窿，語氣倔啲啫，最多咪講句隨便你啦，是但你咯之類。點知平時最中意跳上床瞓喺佢哋中間隻貓啊，嗰晚竟然主動避開，仲縮埋喺房門口，用一種好懷疑嘅眼神望住佢哋。最後成晚都冇返房瞓啊！主人當時心諗，我哋根本冇嗌過交啊，連大聲少少都冇，佢咁都睇得出啊！其實有科學研究一早證實咗，貓對熟人嘅情緒轉變非常敏感，佢哋未必明白你發生咗咩事，但會透過你平時嘅習慣變化嚟判斷你當下嘅狀況，例如你講嘢嘅語氣、聲量、動作節奏，甚至互動嘅方式啊，只要同平時有少少唔同啊，對佢哋嚟講都係好清晰嘅信號。正如有主人特別提到，有時只係短暫諗過退養呢個念頭，從來冇講過出口啊，但隻貓就好似睇穿咗佢咁，2個嘅關係突然變得幾緊張下。所以當你以為自己將情緒掩飾得好好，但實情係你根本瞞唔過你隻貓啊。偷聽未知的信號，有啲時候貓嘅反應就連以上幾種方式啊，都未必完全解釋得到。當你以為佢哋只係靠聲音啦、氣味同埋所謂累積落嚟嘅大數據嚟判斷你下一步想點啊，但現實入面偏偏有啲案例，隻貓好似真係聽得明好複雜嘅人話，甚至喺最關鍵嘅時刻做出令人意想不到嘅決定。以下2個案例背後嘅真相就留返俾大家自行判斷啦。有主人就同我哋分享，佢哋一班朋友為咗公園一隻流浪貓，差唔多有1年幾啦，多次帶埋籠想收養佢，但無論用咩美食引佢，隻貓都始終唔肯入籠。
直到有一晚啊，有個平時喺附近執垃圾嘅婆婆經過，對住隻貓講：有人要你咪好咯，遲啲漁農署捉咗你啊，你命都冇啊！當晚呢個主人都有帶到籠去。婆婆講完呢句話冇耐，隻貓竟然自己行咗入個籠度啊！另外亦有流浪貓義工分享，有一隻警覺性好高，試過好多次誘捕都失敗嘅流浪貓啊！有日義工跪咗喺佢面前，冇用個籠去逼佢，只係對住佢講咗一段真心話：我知你其實好辛苦啊，我依家返去拎籠，你喺度等我啊！我真係想帶你返屋企啊！結果1個鐘之後，義工拎埋個籠返到現場，隻貓真係留喺原地，冇行開過。隨後仲好平靜入籠跟佢返去啊！睇到呢度，你係咪覺得屋企隻貓其實都幾犀利呢？佢哋唔單止識聽自己個名啊，仲會為咗你，為咗呢個屋企建立一個龐大嘅數據庫嚟了解你啊！雖然到目前為止未有證據顯示佢哋可以類比外星人咁高智商嘅生物，但既然佢嘅手頭上已經揸咗你咁多私人數據同秘密，作為聰明嘅主人啊，下次特別講佢肥，又或者要帶佢睇獸醫嘅時候，都係出少句聲當幫忙啦。係啦，你屋企隻貓如果聽到人話佢肥，佢會有咩反應啊？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